开启我们的虚拟。大家好呀！这期节目我们做北欧的荒野求生户外烧烤。对，我们现在就要去森林里体验一下卢梭说的自然状态，在自然中如何生存呢？它是自由幸福的，还是充满艰辛不易的呢？烧烤呀，这个好像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啊，但其实我们这是个轻松的周末啊。现在我们就开始走在了就是前往森林的那个森林小道上。你这么厉害，带这么多钱，怎么点火呀？我们现在带了鸡蛋，还有各种调料，还有比目鱼、土豆，还带了一把斧头。你看，这是我们烧烤的营地啊。还不错。这个营地是丹麦人已经有的。对。平时大家周末就会去这边去烧烤。这是柴吗？现在哼哼在砍柴。那其实我们是开始低估了这个生活的难度。就是我们从劈柴到生火这个过程，还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可能花了有一两个小时。现在哼哼是在搭一个台，开启了。火堆台子吗？对，三角形的火堆，这样有点像搭一个小灶台的感觉。啊，对。你的斧头会不会砍坏呀？这么锋利。然后我们开始就是把它架起来。堆起来干嘛？堆起来烧啊！野外生存高手吗？所以说出门啊，就是斧头是一个必要的工具啊，尤其在野外。如果是大家用那种叫什么？学会了。那种便捷的那种小斧头，其实不如买个这种普通的标准的这种，那叫什么消防斧头，它这个性能会更好一点，而且也会很便宜。我记得这把斧头好像就100块钱。感觉你很专业，然后你跟我说平时多看一下 YouTube， 生存能力会提高。对啊，因为 YouTube 上有很多关于这种野外求生的这种视频，这些技能是比较实用的。比如说工具呢，也不用买什么太豪华、太奢侈的，其实最普通的就最实用了。对，我们还带了一些纸，还有一些就是燃火的那个一个助火剂啊，但是好像没什么用，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更注重说找到合适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说依赖这些外部工具啊。比如说外面这很多枯叶，对吧？其实它可能更易燃一点，而且量更足，这是最关键的。容易啊。对，因为我们刚才的点火失败了。也可以看到，对吧？看着搞得特别好啊，其实并没有成功。所以第二次我们就用了非常多的这个枯树叶，尤其是在亭子里的，因为没有下过雨之后，因为户外的叶子还是多少有点水分，还是不太容易去点着的。是的，因为在户外生存，你可能随时都会到下雨天。我们出门的时候，一进入森林就下雨了。对。着了。这个枯树叶成功吗？是这个比想象中的要困难很多。着了。烟大无伤。好大火啊，老公。有烟无伤，这是漫画定律。这样的吗？就说明很难点着。但是最后我们还是成功了吧？对，就是因为这些大木头啊，其实是比较耐烧的，点着之后可以烧特别久。但是你要想把它们给点燃的话，其实要挺久的。所以说我们要先燃烧枯叶，枯叶上要放这个很多小树枝再不停的添加，还有树叶，直到把这些大的这些柴给点着。对，我感觉在第一次没点着的基础上，它可能也把这个温度提起来了，就把湿度去掉。对，我们开始烤我们第一个食物，还烤蛋了。上面我扎了个洞啊，所以是不会爆炸的，大家可不要直接把蛋丢里面烤，会炸的。这样吗？我上面戳了个洞。那你还是挺知道的。万一如果是我的话，可能就直接扔进去了，嘣，然后就爆炸了。对。这个蛋好像烤的并不是很好吃，如果大家有锅的话，带个锅可能会更好的烹饪。可能这个温度太高了，直接把那个蛋壳给融化掉，搞了一团黑。对，就是这个受热不均匀啊，它这还是很容易破碎跟融化。这是我第一个蛋。熟了吗？我知道还有没有一团黑出炉了。这是我们塞进去我们的土豆，包上了锡纸，让它受热更均匀，也保证它尽量不要直接烧黑了找不到。
你知道锡纸为什么不会燃烧吗？为什么？我不知道，你知道吗？因为锡纸的温度熔点很高。这样吗？铝嘛，铝的熔点很高。放这门口嘛。不要让它进去。我们经过等待了很久，开始去尝我们的第一个蛋。土豆也应该是。看后面土豆在那放，先吃了蛋，这个蛋居然还能吃，只剩下蛋黄的吃。还好有一点蛋黄呢。这最好的还是水煮蛋，蛋的味道，只能吃这一点了。蛋黄能吃，其实还挺好的，就是只剩一点蛋黄，味道还不错。烤鱼啊！现在呵呵要去烤他的比目鱼了。对，打折比目鱼啊，4条只要15块。我拿着，我拿水去冲一点。这个做了个简单的清洗啊。翻过来。喂，要求就不能太高。不要那么高。我们就这样烤吗？就这样烤。你不拿一个签子吗？哎，一开始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应该怎么烤，所以我只是在这个火的上方试探。这样熏吗？我们还撒了一把盐。户外嘛，就随便烤一烤。好危险！烤出来的味道还是不错的，很原生态，甜甜的。烤到最后也导致这个骨头都有点融化了，所以导致就是可能支撑力不是很好。所以我们也想了一个新的方法，直接把它放到了树枝上。它要熟了。火堆里烤，然后我表示非常的质疑，这能吃吗？可以。哎，要求不要太高。这时候我们就开始思考，对吧？文明社会还是不错的。对呀，文明社会毕竟还有工具嘛。这咋吃啊？看着一团黑的。毕竟，我觉得在这个自然状态里面，还是要花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去生活呀，才能获得充满碳的那种烧焦了的食物。感觉我都要冻嘎了。这个小蘑菇很可爱啊，烤了很久，其实蘑菇味道还是不错的。是的，就是你要随时应对这个天气，还有这个风。我们在烧火的时候，那个风随时会变哦。对，所以一不小心就会被腌的、熏的，这个满眼都是泪水。怎么样？我看一下。放第2个这个蛋，你看，就是明显就是好一点，蛋黄的味道，更多蛋黄，蛋白也是没见了，因为它没有掉到火堆里去。但是还是蛋白质都被烧掉了嘛，要获得这个蛋白质还是加入一点胡椒，天然的调料。烤其他的鱼了，就开始放树枝上这样烤。对，我还在质疑这个树枝会不会冒出有毒的液体来。看这个白色的，哎，在自然环境中感觉很自由独立的感觉，但实际上你要生存下去还是充满了非常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啊！那个火就是不可控。然后我们的第1条美味的鱼已经做好了，好像没熟，卖相一般，其实吃起来味道倒没有什么太多影响。这个鱼本身就没什么太多肉，不过它有点好，它边上没有刺。还有2个。我们还有另外2条鱼，看起来很美味。是的，都被我吃掉了。看起来很如所说的那个自然状态下独立自主的幸福生活，还是有点难得到呀。这样吗？即使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比较和奴役，但是也要面临各种无常、自然的挑战。这样，咱为啥不用这样？哎呀，我们到最后才发现，这个架子是可以掰过来的。是傻了。是的。之前还有点之前我是有点嫌弃它，感觉它有点脏脏的，不想用。现在发现，哎呀，好好用啊！怎么了？火烧一烧都挺干净的。然后我们开始享用我们的这个烧烤大餐。但其实我们已经精疲力尽了。对，这时候可能已经过去了2-3个小时才吃上。对。而且这个食物好像吃一半浪费一半呢。没办法，烧焦的地方太多了，也忘了带筷子了。对，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已经在现代社会中生活太久了，已经失去了在自然中生活的能力，没有办法像原始人那样
有自然的生存技能呀。有可能。我去翻一下我的。不然要焦了是不是？哎，这是啥？这是土豆，变成了炭烧土豆。是的，它硬得像个球。但其实呢，这是有惊喜的，里面还是非常不错的。你先洗掉嘛，不能洗，好黑呀。你感觉是不是很放松，在这个自然环境中？是挺放松的，就是有点饿。那相比说你平时上班呀，要面对各种房贷压力、账单压力、加班压力，相比来说，你更喜欢哪种？这土豆很好吃的。对，看那3个压力都不是很大的样子。这样吗？但是对大部分人来说，这个生存即使在现代社会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体验了一下在自然的中如何生存的一种状态。现代社会生活它是有压力，但是可以活得很好，在自然中会很困难。你是说获得食物比较容易？各种吧，都很容易，只要有钱都挺容易的。我们小时候就这么吃，而且钱也没有花那么多，在野外有时候花钱搞不定啊。你花钱，你不能买到鱼自己上钩，不上钩就饿死了。还有一个，就到晚上或者是下雪天、下雨天，可能会被冻死。这种烤成。你的小土豆烤出来味道还不错，但是你要想在野外，你要种1年，这个才能收出几个土豆，你还被你烤黑了。先把别的拿出来嘛。或者你就收的只有土豆，你天天吃土豆。原始社会可能连土豆都没有，还要自己去采果实，也没有。之前欧洲的大饥荒不就是因为土豆生病了，就没有土豆吃，全饿死吗？所以自然原始社会并没有那么看起来那么想起来那么简单，那么轻松自由啊。是呀。够足的，可以。而且特别没有效率，我们搞了这么久。对呀，你在家里面按下电磁灶，对吧？我有10条鱼，我都给你做好的吃完了。但是就是说，卢梭觉得生活在社会中的话，我们的人就不自由嘛，就会被各种枷锁所束缚。会觉得生活的不幸福，甚至被他人奴役。哇，这么痛苦的吗？看我的鱼确实有点。但是他不是一个快乐的人。剩下的都不吃了。所以他想要到自然中去生活。是我们来体验了一下，感觉自然中生活也并没有那么幸福。这样吗？无论如何，我觉得就是在自然中没有那么多人为的压力和那种制度的奴役和制度所造成的不平等。但是你在自然中也会很受自然法则的限制。对，而且还没有那么容易找到食物，非常自然法则非常严格。对，没有食物就饿死了。对，生病了没有药也死了。没有经验也活不下去。你还得保暖。对啊，生活基本要素，所以我们要专注生活基本要素，吃饱穿暖。但是确实在自然中你就没有心思去想别的了，因为你的大部分时间精力都在想我怎么填饱我的肚子，如何获得食物，而且还要去辨别有没有毒的食物。是的。你觉得就是我们不是之前看了一个部电影嘛，你还记得是 Into the Wild。 对，进入荒野，就是讲述了一个，这个影片是改编自克里斯托弗麦坎德雷斯的一个真实经历，讲述了他在大学毕业后放弃了所有的财产，独自前往阿拉斯加荒野求生的故事。这个故事还挺悲伤的，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看看。那不是就是一个人闲着没事干，跑到野地里面，最后被冻死了。他是被毒死了，因为吃错了那个一口野外采的果实。吃豆子，咱也吃错过，也差点嘎了。就是别人每次都带锅来。所以嘛，就是我们在很繁忙的、压抑的都市生活，我们会特别向往大自然的生活，特别向往那种自然状态的一种自由自在的感觉。但是你真正进入到这个荒野，你会发现生存如此的困难。对啊，偶尔进入一下子，可能一不小心就会嘎掉，更何况天天在那生活。
现在我们要把火灭了。对啊，你看这个大火一样，对吧？看似很简单。你看人家那个叫什么洛杉矶那个大火，哎，不是，是哪？是美国那个大火，包括之前澳洲那个大火，看似很简单的灭火，其实它并没有灭掉，你翻过来，它背面还在烧。所以我们就来回把我们的所有水都浇进去了，还得给它搓一搓，拔一拔。这期节目就做到这里，希望大家点赞、评论、关注、点亮小铃铛，拜拜，拜拜。